秋要入冬了，我们要来开箱温泉酒店了，我太兴奋了。冬天、秋天呢，就是喜欢泡热水，然后有温泉的话更赞。我们家是没有浴缸的，我们很喜欢在外面泡温泉或者是泡澡。抢在刚入秋的这几天，我们要来开箱北投丽禧酒店，它也是一个温泉酒店，非常的赞哦。因为它现在有推出一个方案是1博20，总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房间里面住一个晚上，然后包含晚上的法式餐厅，然后还有早上的自助餐，直接去开箱我们的房间。我们到房间的味道，我觉得一进来真的有一种低调奢华感，我很喜欢。哇，哎，很大一间房间呢！一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 king size 的床、沙发区还有桌子。谢谢丽禧还给我们准备这么贴心的小卡片。这个是谁？姐姐。那这个呢？妈妈。这个呢？爸爸。答对了，桌上有水果，还有一些果干都是可以使用的哦。我觉得它的 view 真的很不错，它的阳台做超大的，而且阳台铺了一个氛围非常好的木地板，摆明了就是要让你在这边发呆的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贵妃椅，非常舒服。丽禧酒店的游泳池，然后旁边是露天可以穿泳衣进去的温泉，旁边是山景，然后再往这边看过来是市区景，蛮特别的。我觉得这个景色也非常不错。瞬热机，它有冰水还有冷水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还有热水，泡内很方便。它的茶不是一包一包的，而是这样子放一罐一罐的，不只是台湾人看到会很喜欢这个，尤其是那种外国人看到就会觉得说融合台湾的传统文化的感觉。泡茶、山葵绿豆、坚果，然后还有胶囊咖啡都是免费使用的。冰箱里面的饮料也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哦。房间的那个床头板装潢非常的古色古香，小小的屏风式的感觉，整个是一个木质调的设计，非常符合它低调然后很优雅奢华的感觉，而且不会觉得老气哦。不会耶，我进来我觉得还蛮清新的。因为他有特别打电话来问我说会有什么样的成员，然后我就说还有小朋友，他连小朋友的都有准备。这个是我们在饭店里面可以穿的休闲服。这一间房间，我相信它的价值就在于这2个超大的泡汤的浴盆，对吧？这边出来的是白硫磺水，它大约会落在55度。建议我们就把它放到7分满之后呢，把它放凉，没那么烫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下去了。那我们还是觉得太烫的话呢，旁边就是自来水、纯净水，它就是冷水。旁边有一个小池子的话，它就是专门放冷水用，不需要到大众浴池，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享受什么？温泉三温暖，就是这很重要啊。它这个是白硫磺哦，所以它的那个温泉味是非常非常的重的，真的就是你想象得到阳明山的味道。有2个洗脸盆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超加分的。这个是面膜哎，好贴心哦。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想说，对，要带面膜，因为泡完汤很适合敷面膜，结果我忘记了。它这边就有敷分开的马桶间。还有分开的淋浴间，完全不会抢。马桶的部分一样是免治的哦。里面除了提供我们一些浴袍睡衣之外，它给了一个超级无敌认真的拖鞋。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这个并不是正品哦，供你在饭店移动的时候走。但我觉得它走起来的那个走感、脚感、踩感会非常的好。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这一台 Instago Ultra， 因为就很多人在问我说它到底好不好用，我觉得它很好用啊，不止可以这样子把它拉起来，可以这样子自拍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它有一个分开的机身。因为它是磁吸式的，你可以把它就是吸在这个地方，它就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，就可以放开双手，然后去记录你想要录的东西。看像现在这样子，它是可以远方来看你在录什么东西的。我自己是觉得这台是蛮好用的啦，尤其是这个小台又防水。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，我觉得蛮推这台的，它可以做一个 vlog 的一个入门的机器，我觉得还蛮神的。以上我们简单的开箱一下这个房间哈，可以期待晚上我们会在这边过得很舒适。那等惬意的休息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换一下衣服，我们准备去开箱公社。有爸爸妈妈，我很开心。是吗？我也很开心有你啊。公社的部分呢，全部都会在 B2 这边有健身房，然后 SPA、汤屋，还有风吕游泳池，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。吃饭的地方呢，晚上会在法式的餐厅，明天早上也会在1楼是吃早餐。B2 这里有一个柜台，我们要先去柜台登记了之后，他才会帮我们开门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泳池这边。在到泳池之前，会先经过露天的这个要穿泳衣的这个泡汤区，去往前就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泳池，而且它这边很刚好，阳光可以照得到，可是你不会直晒到太阳。这边玩水应该是非常舒服的。谁要玩水？你也太快就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舒服的位置了吧？你现在很会游泳，没错。你好厉害哦！超超，你现在完全踩不到地板，可是它有一个我们之前在迪卡侬买的那个救生衣，超级好用，它现在已经完全适应浮力。我觉得它再过一阵子可以试着把这个丢掉了，它就会游泳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往前，来我这边来，2只手往前拨，然后脚踢，
对对对，像这样子，哎，对对，你有在前进了，对，你看，现在可以飘起来了，我这可以。哎，可以把温泉酒店的泳池玩成这样的野兽草里了，感觉我好像可以放心了，我可以在岸上看它玩水了。那边有一个小的冰箱 mini bar， 可以自己拿饮料。真的还假的？不用钱的哦？太赞了吧！一家三口在立喜的游泳池同框，这个温泉的温度刚刚好。很舒服哦，我以为它现在大热天的下来可能会有点过热，但其实它非常的刚好。我觉得我甚至有点不想起来了。它现在突然露出了它的泡澡模式，就是边泡澡还会边唱歌哼歌。你把这边当浴室哦？我把这边当浴缸。那你的浴缸好大哦。大家有看得到这个夕阳吗？超美的，这是我们从房间直接望出去的景色，超漂亮的。这个角度刚好看到超美的夕阳。太舒服了吧，弟弟！在这种地方泡温泉，你还真舒服啊，小弟弟。游完泳，然后泡完它，我们换上了他们的饭店内的这个轻便的服装，穿起来还蛮舒服的。不然叫什么采茶姑娘？采茶姑娘，还有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这间欧陆餐厅，这是120里面的第一食，是一个法餐，太高级了吧？这里面整个装潢也太美了吧！这边菜单呢？面包，然后汤、前菜、汤品、热前菜、龙虾，还有乐野，再来就是蛋糕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排餐哦。我觉得它附到一个这么完整的排餐很赞呢。大家虽然说是可以穿室内的衣服来没错，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，因为我发现别桌人都穿超正式，就至少是一般的衣服。弟弟，你今天是我们的门面哦，你穿的最正式。polo 衫呢？开玩笑。你的柠檬片来喽。他说什么？你怎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贵族小孩？这个黑色的卧槽桂圆的香气，很香的面包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愿意吃这个面包吃到饱。连小小李都这样吃的津津有味的。超级适合当开胃菜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清爽的东西，有稍微有点泰国的味道。有吧？有泰国的味道吗？上方的话有松露美乃滋跟油渍的松露片，这道餐点则会建议直接用手拿起来做品尝。他刚刚说这是地瓜，我这样摸起来的感觉有点像地瓜球。地瓜球，地瓜球来。而且上面是松露酱，不是地瓜球吗？不是，它里面是地瓜馅它不是苦苦的东西，有点像地瓜泥，但是被炸的酥酥的，一入口是松露的味道，这个呛出来。好吃吗？是。我觉得他加的那个松露酱好加分，不知道地瓜球可以跟松露酱那么搭，所以它下面整颗番茄是有点入味的，它的底就是好吃的。我本来就很爱吃梅子番茄，酸酸甜甜的梅子番茄的味道，它很蓬松。对。哇，这个海味很重哎，它的那个鲍鱼上面配的那个墨鱼汁吗？海味会冲上去。这个你要懂吃大海海鲜的人，你会觉得它是山珍海味，鲍鱼是新鲜的哦，它鲍鱼煎的很好，但上面的墨鱼汁海鲜味偏重，它是鲜味哦。丝瓜配虾子超好吃的，还有旁边那个是它的酥炸的那个心，丝瓜心好厉害，好好吃。它不只是酥炸丝瓜心哦，你舌尖会品到一个酸酸的味道，还偷偷沾了某一种酱在里面一起炸，有东西在你舌尖上跳舞。有吗？你吃到那个丝瓜心了吗？有东西在你舌尖上跳舞，对不对？它偷偷加了什么酸的东西？对。龙虾的话，我们是选用一整只波士顿龙虾以奶油煎烤，搭配清爽的柑橘沙拉。好过瘾，那么大的，这是什么酱啊？他说橙汁橙酱，好弹哦。好吃吗？是你喜欢的龙虾吗？我蛮喜欢的，肉质是 Q 弹的。和牛乐眼。那我们是用煎烤的方式烹调，这边的话则是为你淋上马德拉酱汁。右手边的话是慢炖的牛腱跟炖煮的牛筋，左手边是手工制成的法国小点马铃薯千层，外面焦香，然后里面很嫩，它没什么油脂，可是它的肉质是不会柴的，觉得很好吃，牛香味很够，马也很好吃。上面的牛筋也好好吃哦，外面有一层甜甜的焦甜味，整体而言这道主菜就吃的心情会非常好，好棒哦！我还要刚刚，我不要小小的了，我不要很久，我想很大块的。他觉得好吃，他觉得好吃。够大块吗？很难得有遇到小小李会一口接着一口的肉类。
湿哦，它有一个蓬松感，有点像慕斯的优格。这个甜点很好吃的吧？我喜欢，完全不敷衍，很赞。吃起来有一种绵密版的奶霜的感觉。大家早安！昨天吃完晚餐之后，我去泡那个大众裸汤啊，然后一回来就觉得哦，真的太舒服了。这样哄弟弟睡觉了，我也不小心睡着了。他的床简直是太舒服了。昨天哄睡就秒断电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早餐就是在1楼的永翠亭。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中式，一个西式。这间餐厅很漂亮哎，它是3面采光的，而且它玻璃超大的，可以看到外面很漂亮的风景。另外一面延伸过去可以看到的是山景，还有饭店，真的是很漂亮的一间餐厅。讲一下我昨天去大众裸汤的感觉，有一个很大池的温泉之外呢，它有烤箱、蒸汽室、分开的淋浴间、更衣室，而且它那里有无限量供应的可乐，还有水，还有一些运动饮料等等的。我觉得蛮赞的，早餐非常的丰富诶，是一个超级大的中式拼盘，米糕、粥、干煎鲑鱼、干贝萝卜汤，非常满足中式味。这小瓢虫好可爱哦！这地方是这间饭店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风景，中间有一个中庭，然后是做一个有点像是空中无边际的这个造景。我觉得中间这个无边际的这个景观池这样拍过去超级漂亮的。小李一直想要下去玩，因为他以为这是泳池，这不是啦，这是很漂亮的景观造景。小李很爱爬这个，因为他觉得很有趣。哇，挑战成功！太厉害了！你这么快已经准备好了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在等你把它带去下面。你一个人要在那边享受汤屋了是吗？该我享受一下了，很漂亮哎。这个汤屋的景真的是很厉害。因为现在没有小孩在旁边，没有老公在旁边，所以觉得很幸福吗？还是说，因为泡到这个温泉很幸福呢？还是说2个肩部呢？弟弟，你看，妈咪很快乐，她一个人在上面，你有看到她吗？我们带你看看哈，妈咪在这边。好快乐！哈哈哈！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，我终于撑到小李可以一个人在泳池里面玩，然后我可以在上面的年纪了，之后应该会越来越幸福的吧，除非有第2胎。你看我在上面这样看他玩，不止妈妈快乐，我现在也好快乐，快乐也从，快乐也小李，快乐也在，全家都快乐。2天1夜的入秋泡汤之行，算是一个2025年的入秋第1泡。OK， 入秋第1泡，在利息这边做一个开端，真的是一个很赞的感觉。1博20方案，我觉得从一入住开始，我们就可以先去玩一下晚餐哦。那个法式晚餐真的好好吃哦，你知道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优格那个优格的味道真的太好了，吃到嘴巴里面那个感觉是跟其他的优格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还有昨天晚餐吃的那些料理，我都觉得除了那个鲍鱼上面的墨鱼酱对我而言比较重口味之外，其他我都觉得超棒。小李也吃得很开心。我真的很不敬业。晚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就直接他就带弟弟睡觉嘛，然后因为床超好睡，那床是很有支撑性的，就一路睡到早上。我就想说好，那趁他们去睡觉的时候，我去泡那个裸汤。那个大众池也真的超级舒服，我一回来之后，我也是几乎倒头就睡，超扯。这种1博20我也很喜欢，因为现在蛮多都是自助式的，对啊。但是它这种餐盘小格的一格一格一格，它其实也可以满足视觉享受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好玩吗？好玩。这次住的这个方案呢是10月1号4月30啦，1博20平日15600，住宿1晚，然后还有一个晚餐和一个早餐，公设呢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觉得这间房间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房间的温泉，因为你不用去人挤温泉而且有时候90分钟的温泉你在外面泡，像这种饭店级的，你可能也都要。我们之前泡也都2、3千呢。对啊，而且90分钟，你在这边可以待一整个晚上，你想泡几次就几次。感谢这个利息酒店，让我们这个2025年的第1泡有一个这么样，不要想歪，泡汤的泡，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开始，期待这个冬天。你看，超强，这么厉害！你看我也是，你看我也是。